大家好，我是苏晴。作为一个专栏作家，我总喜欢观察身边的人和事。慢慢的，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不同星座的人，他们在面对爱情、事业，甚至只是今天晚餐要吃什么的选择上，真的会有一条看不见的轨迹，一种独特的生命密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个可能被我们误解最深的星座之一——金牛座。说到金牛座，你脑中第一个跳出来的词是什么？是固执、爱钱，还是稳重？没错，这些都是金牛座的标签，但它们就像海面上漂浮的冰山一角，巨大显眼，却远非全貌。在这座冰山的下面，在我们看不见的深海里，藏着一个充满了无数惊喜，甚至矛盾的复杂世界。而今天，我的任务就是带你潜入这片深海，去看看金牛座那些真正让他们与众不同的、令人意想不到的秘密。准备好了吗？相信我，这趟旅程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在我们正式潜入之前，我先给你透露一点点海底的宝藏，让你感受一下。我们将会看到，金牛座不仅仅是蛮力的代表，他们骨子里其实是天生的谈判专家，是能将最糟糕的逆境转化为胜利果实的顶级策略家。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这股强大又精准的力量，它的源头究竟来自哪里？要理解这一切，我们必须先回到他们性格的最深处，回到那块构成金牛座人格的坚不可摧的基石——稳定。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那金牛座就是那座任凭风吹浪打也依然矗立的灯塔，是那艘船在迷航时最终可以停靠的锚。稳定性是金牛座与生俱来的超能力。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一个团队、一个家庭因为某个突发事件而陷入混乱，所有人都像无头苍蝇一样焦虑不安，会议室里的气压低到冰点时，往往是那个金牛座会默默地拿起一支笔，在白板上写下：第一步，我们需要做什么；第二步，谁来负责；第三步，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他们不一定话最多，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镇定剂，能瞬间让所有人混乱的思绪找到一个可以依附的核心。这就是金牛座的稳定力量，它不是来自于盲目的乐观，而是来自于他们对现实最透彻的观察和把握。而与稳定性相伴相生的是他们那近乎刻板的忠诚。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承诺似乎变得越来越廉价，但对金牛座来说，承诺就是一份签了名、盖了章的合约，是要用生命去履行的。我曾经有个朋友，他创业失败，一夜之间从天堂跌落地狱，房子卖了，女朋友也走了，很多曾经称兄道弟的朋友都开始对他避而不见。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他那位金牛座的发小没有说太多安慰的话，他只是默默地搬了一箱啤酒和一锅自己炖的热汤出现在他家门头。之后的每一天，这位金牛座朋友都会在下班后陪他一言不发地坐一会儿，然后拿出纸笔帮他分析失败的原因，规划下一步可以做什么。那不是廉价的同情，而是一种沉默但坚定的陪伴，是一种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你，我还在这里的宣告。这就是金牛座的忠诚，它不挂在嘴上，而是长在行动里。当然，要做到这一切，还需要另一个核心特质——无与伦比的耐心。金牛座是12星座里最懂得好事多磨的信徒，他们的人生哲学里没有一夜暴富，只有春耕秋收。他们的耐心就像一位老园丁，他知道今天种下一棵苹果树的种子，明天是绝对不可能开花结果的。他会日复一日的浇水、施肥、除草，安静的、不急不躁的等待。他甚至享受这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他对那个秋天会结出甜美果实的结果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心。无论是学习一门新技能、经营一段感情，还是在事业上等待一个机会，金牛座都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他们不相信捷径，只相信积累。这种持之以
以恒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正是他们所有成就的真正基础。说到金牛座的这些核心特质，你身边的金牛朋友也是这样吗？或者你自己就是金牛座？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我很想听听。但如果你以为金牛座就是这样一个由稳定、忠诚和耐心构成的有点无趣的老实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啊，在这一身坚硬如岩石的铠甲之下，藏着一颗你意想不到的极其温柔和敏感的心。这也构成了金牛座性格里最迷人也最让人心疼的悖论。金牛座拥有巨大的力量，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们能承受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可以在逆境中扛起千斤重担，一声不吭。就像我前面说的，他们是团队的锚，是家庭的靠山。然而，正是这份强大，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另一面——敏感。他们对外界的情绪、微风有着雷达一样精准的感知力。想象一下这个画面：白天在硝烟弥漫的会议室里，你的金牛座同事可以面不改色地应对客户所有的刁难和挑战，逻辑清晰，寸步不让，像一尊无法撼动的雕像。所有人都觉得他真是个硬汉。但到了晚上，大家一起聚餐，当你因为白天受了点委屈，努力挤出一个笑脸，假装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可能只有他，那个被认为有点迟钝的金牛座，会默默地给你递过来一杯水，然后轻声问一句：“你今天其实不太开心吧？”他们能敏锐地捕捉到你语气里最细微的颤抖，能从你强颜欢笑的表情里看出你内心的疲惫。他们可能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来安慰你，但那份被看穿、被理解的温暖，却比任何话语都更有力量。这就是金牛座，白天它可以是为你冲锋陷阵的铠甲，晚上它也可以是让你卸下所有防备的港湾。这种坚硬外壳与温柔内核的巨大反差，正是他们最独特也最深邃的魅力所在。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个既坚定务实又敏感温柔的矛盾结合体，会塑造出怎样一种独特的人生哲学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揭开的金牛座的终极秘密，我称之为务实的享乐主义。这句话听起来很矛盾，对吧？务实和享乐怎么可能结合在一起？但这恰恰是金牛座最高明也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人生大智慧。我们可以把它拆成2个层面来看。第一层是务实的建造者，金牛座是彻底现实主义者，他们脚踩在坚实的大地上，从不仰望那些虚无缥缈的星空。他们相信亲手创造的价值，相信努力工作，相信尝试。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一项真正能傍身的技能，他们会货比三家去买那个性价比最高的产品，他们会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在金钱管理方面，他们有着惊人的天赋，他们会花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哪种理财产品的复利最稳定，而不是去追逐那些昙花一现的风口。在外人看来，这种行为可能有点抠门，有点无趣，甚至有点苦行僧的感觉，但这只是故事的前半段。故事的后半段，也就是第2层，他们是终极的享乐家。你必须明白，金牛座做前面那一切的薪火泼电，他们努力工作，精打细算，并不是为了积累一个冰冷的银行数字，更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他们所有的务实，都是通往高级享乐的唯一路径。这就像一位精明的建筑师，他会花费数不起的日夜去研究地基的稳固性，去测试墙体的承重力，去挑选最耐用但未必最华丽的材料。这个过程是枯燥的、辛苦的，充满了汗水和计算。但他做这一切，从来不是为了盖一座冰冷的给别人看的公共博物馆。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建成之后，能为自己打造一个完美的家。
那个朝南的窗户是为了下午3点的阳光能不多不少，正好洒在他最爱的那张单人沙发上。那个看起来朴实无华的厨房，却装着镇上最好的烤箱，能烤出最松软的法式面包。那个不起眼的院子，种的不是名贵的花，而是自己最喜欢吃的香料和蔬菜。看懂了吗？金牛座赚的每一分钱都不是为了数字本身，而是为了最终能兑换成一种具体的、高品质的、能愉悦自己五官的体验，是兑换成一杯手冲咖啡的醇厚香气，是兑换成一张舒服到陷进去就不想起来的床，是兑换成一顿与爱人共享的无需看菜单价格的丰盛晚餐，是兑换成音响里流淌出的能让灵魂震畅的黑胶唱片。他们用最接地气的手段活出了最诗意的生活。他们是在用前半生的务实为后半生的享乐铺设一条无比坚实的红地毯。这才是金牛座的人生最高哲学，也是他们最令人敬佩的秘密武器。而当金牛座将这种务实的享乐主义发挥到极致，他们不仅成就了自己丰盛富足的人生，更会将这份源自大地的厚重的力量，转化为对身边人最温软、最值得信赖的守护。对金牛座而言，家庭和他们所珍视的关系是他们整个世界的基石。他们是天生的保护者，是家庭的定海神针。他们会用尽一切力量去捍卫自己所爱之人的幸福和安宁。这种守护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慷慨，金牛座是12星座里最慷慨的给予者之一。他们乐于与家人和朋友分享自己的时间、资源和劳动成果，而且常常不求回报。看到身边的人因为自己的付出而感到快乐和舒适，是他们内心深处最大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当他们所爱的人受到不公待遇时，金牛座会展现出他们性格中另一种强大的武器——冷静而强大的谈判技巧。我给你讲个真实的小故事。我有一个朋友小美，前段时间被公司用一个很荒唐的理由辞退了，而且拒绝支付法律规定的赔偿金。小美当时又气又委屈，情绪崩溃，只想着上网去曝光这家公司，跟他们鱼死网破。就在这个时候，她那位金牛座的闺蜜来了。这位闺蜜没有跟着她一起痛骂公司，也没有说些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之类的空话。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倒了杯水给小美，然后说：“先别哭，把你的劳动合同、所有的聊天记录和邮件都拿出来给我看。”那个晚上，他们没有在聊情绪，而是在梳理证据。金牛座闺蜜帮她把合同里的关键条款一条条画出来，上网查找对应的劳动法规，把所有证据分门别类地整理好。第二天，她帮小美草拟了一封邮件，发给了对方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那封信里没有一句愤怒的指责，也没有一句委屈的哭诉，通篇都是冷静、专业且不容置疑的陈述。第一点，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 X 条第 Y 款之规定；第二点，根据本地劳动法第 Z 条之规定；第三点，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要求的合理赔偿金额是基于以下公式计算得出。结果你猜怎么着？不到48小时，那家原本态度强硬的公司就主动联系了小美，全额支付了所有的赔偿金。这就是金牛座的正义感。他不是靠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靠无可辩驳的实力和准备。他们不会为你一时冲动去打一场没把握的仗，但他会为你铸造最坚固的盾牌，为你拟定最完美的作战计划，然后冷静地帮你拿回你应得的一切。能拥有一个金牛座的朋友或家人，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所以，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金牛座这个星座时，你会发现他们是如此的丰富和深刻。他们是力量与温柔的奇妙结合体，是务实的建造者与终极的享乐家的统一，更是我们生命中最忠诚、最值得信赖的守护者。
他们就像自己所属的土象元素一样，像我们脚下这片广袤而沉默的大地，不张扬，不炫耀，却稳定、丰盛，充满了生命力。他们默默地承载一切，孕育一切，并最终给予我们最踏实的安全感和最甜美的果实。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位金牛座，请一定要好好珍惜他。如果你自己就是金牛座，我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为自己那份独特的深沉的力量感到骄傲。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对金牛座有了新的认识，别忘了给我一个赞。想看更多深度星座故事，就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见。哦，对了，这类内容你懂的，建议先下载保存。拜拜。